在做 Roblox 游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见和使用 Table 这个形态的资料。今天这部影片，我将介绍你 Table 的基础知识，告诉你数字索引和字典这两种 Table 之间的差别。Hello，大家好，我是克拉克。想要做 Roblox 游戏，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在这个频道里，我将每个礼拜上传1到2支 Roblox Studio 的中文教学影片。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实作，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快点分享这个频道给你同样热爱 Roblox 的朋友知道吧。什么是 Table 呢？ Table 就和 String、Number 还有布林值一样，是一种 Lua 语言的形态。我们在做 Roblox 游戏的时候 ，Table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要制定一个 Object 或 Module， 甚至是使用资料库来储存玩家的资料，都一定会使用到 Table。不过，今天我们就只先提到一些基础的使用 Table 来储存资料的知识，其他的我会个别为每个主题制作影片。提到资料，你知道吗？根据 YouTube 后台资料统计，只有不到30%的观众在看我的影片的时候是有订阅我的。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订阅 is free， 而且你随时都可以取消。我真的需要你帮我按下订阅，帮助这个冷门频道成长，这能够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制作更多的影片，我会非常感谢你的。那我们回到正题 ，Table 能在你做游戏的时候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呢？我认为 Table 就像是一张清单，什么清单呢？这里我们直接看到程式画面，能解释得更清楚。梁子，我们先打开一个新的 Base Play， 我们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里面新增一个 Script， 并且将程式清空。我们首先要讲到要怎么建立一个 Table 呢？这边我们先建立一个变数 Student List。学生清单，我们在等号右手边呢加入左右的大括弧，这样子我们的 student list 这个变数呢，现在就是一个 table 了。table 呢有两种，第一种是使用数字来做索引值 index 的 table。如果你有学习过其他程式语言 ，table 其实就跟 array 阵列很像。如果你没有学习过的话，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同学都会有一个座号，对吧？我们现在在 student list 这个 table 里面呢，新增一些同学的名称。我这边输入小明、逗点、小华、逗点、小美。要记得，我们使用逗号呢来隔开每一个值，索引值 index 就是他们的座号。你现在肯定很困惑，并没有数字出现在我们的脚本里面啊。但如果我们直接使用 print 来把 student list 显示出来，我们就能够在 output 视窗里面看到，这里的左右大括弧里面呢显示了一个数字对应着一个名字，并且它显示的顺序也刚好是我们在脚本里面写的名称的顺序。这是因为我们在使用 table 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指定每一个值一个名称的话，它就会是一个数字作为索引值的 table。有特别指定名称的另外一种呢，叫做字典，我们待会就会介绍到了。所以这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这个数字呢对应的名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每个同学的座号，小明是座号1，小华呢是座号2，以此类推。如果你想特别指定某个座号的同学，那我们可以在脚本里面这样写 ：print student list 左右中括弧里面输入你要指定的座号，我这边指定是2号。这边的重点在我们打的这个 table 的名称呢，你要在右边使用一个中括弧，并且呢，在中括弧里面去指定你要找到的位置，也就是那个座号。我们按下 run。我们就能够在 Output 视窗里面看到，程式帮我们去找出了这个 Student List 的第2个位置是谁出来。使用数字作为索引值的 Table 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你可以轻松的使用井号来得到这整个 Table 里面有多少个值。现在我们 Print 这个 Table 里面有点点井号加上一个 table 的名称点点个值，我们按下 run， 你就能在 output 视窗里面看到这个 table 里面有3个值，因为我们的 student list 里面就是只有3个同学嘛。但是呢，使用 key 作为索引的字典是没有办法使用井号的，不过还是有其他替代方案，我们待会呢也会介绍到。第2个好处是你能够使用 table 自带的一些function，有这一些。
我会将这个 Roblox API 提供的 table 说明留在下方资讯栏和置顶留言里。这边我就只介绍2个你最常使用到的方选 ：Insert 插入和 Remove 移除，其他的就留给你自行研究，或等到未来影片有用到的时候再介绍咯。Insert 插入，顾名思义就是为某一个 table 插入一个你指定的值进去。我们这里呢，输入 table 点 insert。左右刮弧，这里呢总共有3个参数可以输入。第一个参数是你要插入哪一个 table， 我们这里输入 student list 逗点。第二个参数呢是你要插入在哪一个位置，例如我现在要取代掉小华第2号的位置，那我们就输入2。如果你只是要这个 table 里面多一个新的值，不需要改变任何人的位置的话，那你可以直接省略掉这第2个参数。以这个例子来说明的话，如果你省略掉了第2个参数，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你要插入的值呢放到第4个位置进去。第3个参数呢是你要插入的值，我们这里输入阿伟。现在我们来写一些 print 来帮助你更好了解这个方选。OK， 那这边是我写的一些 print。你可以先暂停影片，把这一些补上。现在我们按下 Run， 你就能够看到原本的 Student List 里面呢是只有3个同学的，但是在经过 Table 点 Insert 之后呢，多了一个阿伟，并且它取代掉了原本处在第2位置的小华。原本在座号2和之后的同学呢，都会自己往后一个号码。除了使用 Table 点 Insert 以外，你也可以自行指定某一个 table 的某个位置要储存哪一个值。例如，我希望不透过 insert 来新增阿伟，那我们就可以输入 student list 左右中刮弧，我们要将它放在第4个位置，我们就输入4，赋予它一个值等于阿伟，我们将它 print 出来，按下 run， 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第4个位置呢就是阿伟咯。不过这里你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你跳过了某一个值，例如我将这里改为5，按下 Run， 数字索引的 table 呢就会产生一个空洞。我们现在将这一个 student list 总共有多少个值 print 出来，记得就是使用井号。我们按下 Run， 你能够看到很诡异的是，这里明明有4个值啊，但是它在这里显示的却是只有3个值，所以你应该永远要避免这种空洞的产生。还有就是，你如果不使用 insert， 直接取代掉2号的小华的话，我们按下 run， 你就能够看到这整个 student list 的 table 里面呢，就只是小华被取代掉，而其他人呢也不会往后退哦。接下来我们讲 remove 移除。顾名思义，就是移除某一个 table 里面的值啊。我们这里呢，输入 table 点 remove 这个方选呢，要输入2个参数。第一个同样是哪一个 table， 我们这里输入 student list。第2个参数是要移除第几号，例如我们要移除1号小明，我们这里就输入1。并且我们将 student list 给 print 出来，我们按下 run， 就能够看到原本在1号的小明不见了，而原本在小明之后的同学呢，都往前补了1号。这里呢，请务必要记住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移除一个由数字作为索引的 table 里面的一个值的话，请一定要使用 table 点 remove 这一个方选。不要使用将某一个 table 里面的某一个位置指定为 nil 空值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给字典用的。如果你在这里使用了这一个方法，同样呢会导致 table 的空洞。虽然数量会是正确的，但就请不要放着好用的不用，偏偏要秀一手，造成自己的困扰。聪明的你有想到吗？如果我们要移除一个 table 里面的某一个值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指定一个数字，但肯定会有一种情况发生，就是我今天在脚本里面就是要移除小华，但我不知道小华是在第几号，是在哪一个位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使用到 for 回圈来帮我们遍历整个 table。遍历的意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点名。今天不管整个 table 这个学生清单里面有多少个同学，有多少个值，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抓出来扁。这里呢，我们输入 for index 逗点 value in i pairs 左右刮弧，
度 Enter。我们在 iPairs 的左右刮弧里面呢，输入你要片例的 table。这里呢，我们输入 student list， 你肯定很困惑，这个 index 和这个 value 又是什么吧？其实答案非常简单。Index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索引值，也就是它们的座号。Value 呢，就是这一个 table 的某一个座号里面的这一些值，就和我们在 Output 的视窗里面显示的这一个 table 是一样的。数字呢，对应着一个名称，数字就是 index 索引 ，value 呢就是这里同学的名称。现在我们将这两个值都 print 出来，我们 print index 和 print value， 把按下 run， 就能够看到 output 的视窗里面显示了一个数字之后，又显示了一个名称，它会一直执行到整个 table 里面的所有的值，通通都被我们抓出来为止。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搭配 if 判断式来将我们指定的名称从 table， 也就是我们的 student list 里面移除掉咯。我们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写 if student list 左右中刮弧，我们这里输入 index， 要记得我们的 index 呢指的就是每一个座号，因为这个 student list 里面现在总共有3个同学，也就是他们会是1、2、3的座号，通通都会被我们抓出来一遍。接下来我们输入等于，也就是如果这个 student list 里面的1、2、3其中一个里面的值等于小华的话，那我们就使用 table 点 remove 来把 student list 里面的这一个 index， 也就是这一个位置的同学呢给移除掉。在这边呢有一个优化的小技巧，因为我们已经确定小华被我们抓出来，而且被我们移除掉了。但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这个 for 回圈呢，会帮我们把这一个 table student list 里面的值呢，一个一个全部抓出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小华被移除掉了，但是小华之后的同学呢，还是会被叫出来。在这个例子中呢，小华后面就只有小美，所以速度不会差非常多。但用你的脑袋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这一个 table 里面的值有1、2千个，假设我们在第2个位置就已经找到了小华，那后面的998个同学呢，还是会被我们叫出来扁。那我们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确定一个我们早就确定完的事情呢，这很没有效率。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if 判断式里面已经成功移除掉小华之后呢，输入 break。直接跳脱这一个 for 回圈，这样子呢，我们就会省下非常多的时间。我们就是客家之光。这样，我们第一个使用数字作为索引的 table 就介绍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2种使用 key 作为索引的 table 字典。Key 可以翻译成钥匙或关键，那它和使用数字作为索引的 table 不同的地方在，它是使用一个关键字作为索引 index。这种 table 呢，我们都叫它字典。这种 table 在我们介绍function函式的影片里面也有使用到。叫做字典的原因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今天你想要知道 Apple 苹果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把字典打开来，找到 Apple 这一个关键字。找到关键字之后呢，字典里面都会告诉你 Apple 是什么，有什么解释啊、造句等等。这些呢就是 Apple Key 的 value。现在呢，我用商店的物品清单来做说明。我们现在将原本的 table 的变数名称呢改为 item list。我们现在说这个 item list 里面有3个物品 ：sword 剑、shield 盾、armor 盔甲。那它们分别呢拥有自己的价值，分别是100、150和200。在这边呢，我们将 item list 给 print 出来，按下 run， 我们看到 output 的视窗呢，它就和我们前面介绍的数字索引的 table 很像，它会是一个关键字呢，对应着里面你指定的那一个值 ，armor 是200 ，shield 是150，以此类推。所以聪明的你肯定也想到了，如果我们要在字典里面找某一个值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要在脚本里面输入 print item list， 同样的左右中刮弧里面放你要找到的关键字的字串。例如我这里要找到 sword， 按下 run， 它就会帮我 print 出 item list 里面的 sword， 也就是剑里面的价值咯。
100。除了使用中括弧以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像使用 properties 属性的时候一样，我们直接打 item list 点你要找到的关键字，会是完全同样的效果。在这边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同样可以使用 table 点 insert 这一个方旋呢，在 item list 这个 table 里面摘新的东西，但这种方式呢，会让这个 table 同时是数字索引，也同时是 key 索引。大多时候，我绝对不推荐你这样子设计 table。除了非常的不直观以外，我们未来会介绍到的资料库模组呢，也完全不推荐你使用这种混搭的 table。除非你真的想得到这样写的好理由，不然我完全不推荐你在使用一个字典的时候使用 table 点 insert 或 remove 这两个方选。那你可能会想问，如果我想要在这一个 table 里面新增或移除某一个东西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其实整件事非常简单。如果你想要在这种字典的 table 里面新增一个值，那你只需要这样子打 item list 左右中括弧里面放一个字串 ball 等于200，这样子它就会在 item list 里面新增一个 key 和 value 咯。那么我们要怎么删除一个字典里面的值呢？我们刚刚前面就有讲到了，我们可以使用 nil 来做字典删除的功能。现在我们输入 item list 左右括弧 armor 等于 nil， 也就是空值。这整个 item list 呢里面呢就会少掉个 armor， 怎么样？非常方便，对吧？相比起数字索引的 table， 我们得使用 for 回圈遍历整个 table， 才有办法指定我们要删除的值。字典呢，相较起来非常方便。但相对的，我们使用字典的 table 的时候，也有一些坏处。第一个呢，就是你无法使用井号来直接把这整个 table 里面有多少个值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 output 视窗里面显示的是0，但我们还是有另外一个替代方案的。同样，我们可以使用 for 回圈来遍历整个 table， 来把 table 里面有多少个值给算出来。我们这边呢，做一个跟刚刚一样的 for 回圈。我们在这一个 for 回圈的外面呢，先建立一个变数 count， 用来计数。每当它遍历一遍，我们就将 count 加等于1。等整个回圈跑完之后，我们就能得到这整个 table 里面有多少个值咯。在这边呢，你会发现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我们的 print 里面竟然还是0，而且它竟然没有将我们的 index 和 value 给 print 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你要对一个字典的 table 做遍历的话，我们不可以使用 ipairs 这个语法，我们在这里要使用的是 pairs。没错，就只是少了一个 i 而已。这两种使用方法的名称非常容易搞混，所以请一定要记好咯。到这边，我们来做一些小总结。这支影片我介绍给你2种 table。第一种呢是使用数字索引的 table， 它会给予每一个 table 里面的数值呢一个座号，也就是数字作为找到它的依据。你可以使用井号来直接得出这个 table 里面有多少个值存在。你能够使用 insert 和 remove 这些方旋呢，来对 table 做插入和删除的动作。如果你要指定某一个值做删除的话，但你不知道它是几号，那我们必须使用 for 回圈来遍历整个 table， 一一确认每一个座号里面的值。第二个是字典。它使用 key 关键字作为索引，它与数字索引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可以直接指定你要找的关键字来做类似 insert 插入和 remove 删除的效果，而不需要使用 for 回圈去遍历整个 table。但最可惜的地方就在它无法使用井号来快速算出整个 table 里面有多少个值，我们必须使用 for 回圈来遍历整个 table。 当然也别忘了 ipairs 跟 pairs 这两种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呢， pairs 其实是可以作用于数字索引和字典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两种不同索引的 table 之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们都有各自的好处和坏处。
我可以跟各位说的是，我们在学习或设计 table 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难题。我们的这个功能要使用哪一种 table？哪一种的效率最快？哪一种更直观、更好管理？这支影片的脚本写到这里已经12页了。碍于影片篇幅的原因，我决定我之后会拍使用这2种类型的 table 最好的实作范例的影片给大家。期待的话，我希望你现在马上帮这部影片按赞，这能够帮助这个频道推荐给更多想做 Roblox 游戏的人，同时也是给我的一个鼓励，能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制作更多的教学影片。希望各位观众呢，可以从现在开始养成一个习惯，当我们在玩其他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去思考这个游戏的某一个功能、公式、资料的结构呢是怎么被做出来的。你想要做出这样子的功能，需要了解什么知识？这一点呢，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游戏上面，有很多生活中的例子都可以这样子思考。像我影片中有很多奇妙的比喻，都是我平常空闲的时候会去思考，如果我要解释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能够使用哪一些大家生活中经常出现和经历过的事情，来更好的解释我要说明的东西。我认为呢，学习知识非常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学习。透过大量去思考这些问题，都能够帮助你更好优化你的程式和优化你平常的学习方式。好啦，那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同时别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哦。我是克拉克，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